大家好，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是无聊与精彩同步，生命与能量飞扬。所以无聊其实就是人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昨天的事情，吃着熟悉的饭菜，刷着无聊的旧闻，等着明日的循环。所谓的精彩，其实就是激动人心的事情，其实每一天都在发生。感同身受的鼓舞，其实每一天都在激励的人生。例如赵鼎、王一博、亿万双的眼睛都在注意着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。因为在他们的身上，人们都可以看见一种挥发着的正能量的可能性，那就是未来的可能性、草根的可能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。深度加温度，新闻最专注。国家的祝福与舆论的导向有时候真的是差天同地，即便同人，有时候也是不同命的。就像1亿个人的眼中有着1亿个哈姆雷特一模一样。走进国家视野的王一博最近几乎热到了爆炸了，即便他完完全全是隐身在了剧组当中了，然而呢，他的热度和话题却在一直持续的升温当中发酵当中。很明显，这些超乎想象的热度已经超乎了个人的控制力和平凡的想象力，因为背后的目的和解读可以有很多很多。而在另外一边厢，同为顶流的赵岭的热度照样不减，只是有时候会被某些的对家和控评故意的去带偏了方向，导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。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眼里，无论热炒作还是冷处理，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智慧的眼睛和冷静的灵魂的。就像现在这个完全混沌的世界一样，一不小心，人们就会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信息和操作带入到了坑里面去了，最终会变得分不清了方向，分不清了对错了。娱乐圈其实同理，而且娱乐圈的坑更乱、更杂，而且是可大可小。大的可以突然之间社死，吞没了一个人的那一种；小的可以让人信为真了，种下了负能量了。为了拍摄《长空之王》，王一博已经是好久好久没有和大家伙、粉丝们见面的了。然而呢，王一博就算再忙，就算彻底的隐身了，结果呢，关于他的那些好消息还是一直不断，日日更新。比方说他的无名，他的维和防暴队，都持续成为了高烧不退的热门的话题了。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言、赞誉、期待和话题，所导向的一个主题，都不是人人都能够看得见的。而对于赵丽颖而言，35岁的瓶颈的的确确压力会显得更加大一些的。野蛮生长过后，下一个的热点和周期又会在哪儿呢？同样的，昆人在剧组当中的那个赵丽颖一直都在仔细的思考着这个问题。任谁都想不到的是，这个问题现在居然通过外国人的视角给呈现了出来。近日，王一博所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傲娇地登上了北京青年报，这是一份官方的报纸。同时，中国电影频道的官博又开枪点评了这个王一博，说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转型艺人。这种肯定很直接，也很重磅。关于无名，新闻我已经是聊过了很多期的了。这是一部话题度超高超燃的电影。
也是王一博闭关很长时间的，去专心拍摄的一部或会导致质变的一部电影来的。因为合作的都是影帝级的演员，而制作的班底也都是超级强大的那一种。压力产生出来了动力，动力造就出来了王一博。所以呢，他的无名很难成为无名的。跟官媒党媒一直热捧王一博不同，最近一则外国人评选的相当另类的最美古装女神 Top 9热辣的出炉了。新闻我之所以称之为另类，一则因为它是外国人的视角，二则是因为这份最美清单所带给赵丽颖的古装剧的思考真的是不少。需要再强调一次的是，这个古装 Top 9可不是艾曼数据的统计数据，也不是谣言大本营的他的杰作，而是外国网友的另类的视角。古装剧是国内大火方兴未艾的一种剧集类型。现在国产的古装剧不仅在亚洲地区持续爆火，就连欧美地区也有不少死忠的粉丝们在追看着，在追捧着。比如《延禧攻略》就已经成功的爆红到了欧洲了。再比如大家伙儿都熟悉的《陈情令》，在世界各地的范围内都有堪比海量的剧粉。当然了，外国人眼中的古装美女和古装美男真的是口味各异，差距明显。毕竟外国人的审美和中国人的审美从古到今都有着不一样的标准，或者说参照的。有趣的是，跟外国人、中国人的视觉差异不同，党媒、官媒的眼中对王一博的热捧却是高度一致的，而且还是惊人统一的。比方说，从流量明星转型实力演员的决心可见一斑。再比方说，你们的一博哥哥有多努力。这些来自官方的高度的肯定，肉眼可见的，都是顶流加上主流的顶戴花翎无上的荣光了。25岁的王一博在官媒的口中成为了一博哥哥。这种待遇跟7年前，也就是2015年的中国热词习大大一模一样，完全是官方口径下的异曲同工的亲切和感人来的。而引爆官方盛誉的红色的导火索，就是王一博的电影《回合防暴队》了。这部电影在没有海量宣传的客观的情况下，在某些专业平台上的想看人数已经是累计达到了17万之多了。于是乎，在这个17万的词条顺利冲上热搜之后，央视便趁热打铁，犀利点评了这个时下燃爆的王一博了。官方认为这部影片能够催化出如此亮眼的热度，完全离不开王一博的功劳。于是乎，除了这部《维和防暴队》，央视继续看好了《长空之王》、《冰与火》、《无名》等等接下来的王一博的力作了。说实在的，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眼里，这个超级暖心的重磅短评来的其实有点迟，因为该片足足让人等了10个月，才终于等来了来自央媒、党媒的点名宣传。要知道，这部影片跟《冰与火》一模一样，都是明晃晃的时代证据。光看名字就已经是
足量足分的伪光正了。结果呢，居然是无奈的长长的等待和长长的等待。要知道，演员的每一部作品其实都相当于一份考卷来，只有市场，只有收视，只有分数，只有认可，才能够让这位演员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，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计划和方向。因此，转型路上更加是如此，更加的重要。不过这一次，党媒官媒也呈现出来了完全一边倒的偏心和偏爱，这一点特别的有趣。也就是说，整支的维和防暴队的演员队伍当中，居然只去挑王一博一个人来可劲儿的夸。肉眼可见的都是天上有地上无的那一种了。说实话，这在极其讲究集体主义和团体精神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当中，这种操作实属罕见。那么您猜这是为什么呢？或许您同样想不到的是，在外国人眼中的古装美女 Top 9 中，不但没有缺少赵丽颖的身影，却也同样出现了赵丽颖 2.0 的身影。话说，赵丽颖甜美可人的小圆脸，对外国人而言绝对是偏向可爱认知的那一种类型。要知道，赵丽颖不单是古装的专业户，更是当之无愧的仙侠剧女王。无论是高爆高热的《花千骨》、《蜀山战记之剑侠传奇》，还是《青云志》，赵丽颖的每一部的剧集都在不断的刷新着外国人的多维度的观感。这还没完，从仙气十足的《青云志》到美艳霸气的《花千骨》，从温柔典雅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到英姿飒爽的《楚乔传》，赵丽颖各种诠释经典的古装扮相，营造的更是外国人眼中一个完全百变的那种女神范出来了。那么您猜一猜，2022年的赵丽颖在外国人的心目当中到底排在了第几位呢？而且本频道连篇赘述过的那个十分高仿的赵丽颖，也就是赵丽颖撞脸 2.0 那个袁冰妍，您又猜猜看，这次几经排名的她又排在了第几位呢？只能说答案很魔幻，堪比葫芦僧断案。众所周知，赵丽颖一直都跟王大弟弟王一博一样，一直都在注重转型，注重机会，因此古装的形象自然是买少见少的了。很明显，中国电影频道的官博这一次也是格外留意到了这一点，而且还是格外琢磨到了这一点。这次官方火力全开，独属一人的高度的肯定，看中的其实就是王一博几乎无限量的拼命和努力了。众所周知，这种无限量的拼命和努力，正是时下中国追求躺平的年轻人非常欠缺的那一种。多年来，这个王一博没有安于现状，而是危机感重重。他不敢局限自己，而是不断的去尝试，不断的去挑战。正是这种党媒看中的、官方嘉许的拼命的精神，让他在去年年底突然之间翻身了，而且还突然之间解锁了很多的新的身份出来，或者说新的任务出来。
这就是许多人看不见的王一博的顶级主流的成功的密码所在了。可以说，危机感成就了蛰伏的这个王一博，而危机感同样警醒着那个赵丽颖。袁冰妍能够成功的入选古装 Top 9， 理由是她凭借着琉璃一举成为了外国人心目当中的古装女神了，而她的江夜、听雪楼更让外国人越看就越感觉越耐看了。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，真的是无从知晓，但是有一点注定是真的。2022年，袁冰妍有祝京好、落花时节又逢君这2部待播古装剧在手，另外还有跟钟汉良合作的古装传奇剧《倾城忆清欢》。如此这般，如此看来，赵丽颖的古偶的江湖，袁冰妍则以高仿的身份，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占到了相当大的一种江湖的便宜，或者说一种江湖的比重。有鉴于此，聪明的王炸弟弟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，那就是唯有进步和飞跃，才能不断的闯出别人家迎头也赶不上的新天新地出来。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？长空之王这个讲述中国王牌飞行员的故事，对王一博而言是一个完完全全陌生的题材来的。无名呢，作为谍战题材的大不多的影片，不仅在大荧幕上情况少见，难以拿捏，而且呢，对于王一博而言，同样是完完全全陌生的存在感。冰与火这个讲述缉毒警察的故事，对于王一博而言，又是完完全全陌生的领域来的。维和防暴队同样的也是国产影视剧市场的稀缺的题材，王一博结果还是选择了这种挑战。这种迎接挑战、不断尝试的心态，也间接的促使王一博下定了自己的决心，把乐华为他谈好的那些综艺节目都给彻底的推掉了。现在的王一博只想着去接正剧，不想太多的营销。而且今年除了继续打磨自己的演技，王一博今年已经开始重点押宝在了无名的身上。这或许就是党媒官媒的下一步的舆论风暴和焦点所在了。大家伙都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，对于所有张罗转型追求变身的艺人而言，这种的危机感不仅源自于演技和剧本，更加源自于市场和营销。这不，您注定是绞尽了脑汁儿也想不到的是，古装美人 Top 9当中排名第1的是演技和景甜齐名的超级花瓶杨颖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跨界多年的时装模特杨颖，在穿上了古装之后，居然完美的打败了所有中国内娱圈当中的女星们。可见略带洋气的现代整容脸穿上了中国汉服之后，一庄一邪、半中半洋的火锅混搭风，算是彻彻底底的俘获了外国人的心了。话说，这种外国人眼中的 Top 10、Top 5、Top 9，近年来其实总有各种起立的传闻和拉踩的布局，这就是明晃晃的营销了。而且这种营销几乎是没有成本、无需真相的随性的杜撰和随心的编排来的。当然了，杨幂、赵丽颖甚至杨颖作为流量的担当，个个
都肯定会位列其中的。特别是后者，高颜值这个不容置疑的字眼，简直就是这几年来杨颖的另外一个跟 Angelababy 齐名的专属的名字来的。因此呢，对于赵丽颖而言，被捆绑式营销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。要想去摆脱这种困顿和尴尬，唯有转型这一条路了。说到底，这一张最新外国人眼中的古装 Top 9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一种内娱圈当中舒适区和内卷化的另类写照。不少艺人到现在为止还在舒适区当中苦苦的徘徊，即便被淘汰的风险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大的了。有趣的是，舒适区似乎一直都容不下那个王一博，因为王一博的脚步总不停歇。在2020年播出的一部《我的奇怪朋友》当中，王一博饰演了一位拥有超能力的少年。那时候的王一博已经开始着手颠覆自己的形象了。这一点不知道你留意到了没有呢？这个相当聪明的王一博，一边尝试着开拓了青春的戏路，一边又让人看到了一个甘愿放弃形象管理的新款的王一博。这种从小到大知微见著的转型，没有会心一笑的视角和细致入微的观察，真的会走宝的。就像这份最新的所谓的外国人眼中的最美古装女神 Top 9一样，大家伙心目中的古装女神赵丽颖，居然在外国人的眼中居然垫底了，居然排到了第9名了。而那个时时处处都在苦心模仿着赵丽颖的袁冰妍，居然比赵丽颖的本尊还高出了2位，也就是 Top 7的位置。说到这，您也就懂了吧？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哑然一笑的比较，这一份纯属营销自娱自乐的虚无类的榜单，就能够轻轻松松的骗过了所有的善良的目光了。这份榜单只是苦了赵丽颖老是陪练，老是陪跑，甚至这一次还要直接的给垫底了。所以说，林子大了，什么样的小鸟都有；而江湖大了，什么样的评比也都有。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当中，清流艺人的未来其实是没有悬念的。只有转型才能够突围而出，才能够彻彻底底的远离那些莫名其妙的浑水搅扰。而转型之路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一条极度需要摸索、个性化难走的一条漫长的路来的。特别是转型正剧这么一种的挑战更加的明显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爆火之后的他其实一直都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一点，那就是要破除观众们或者说粉丝们开始固化的那种思想的框框，就必须要去主动的打破顶流形象上的某些的约束。